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去分享的是 FG 技术的第4款，短发的一个修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分区，我们的分区呢是分出一个前后分区，从 ETP 的位置分到它的耳上点，还是一样的，我们第一步先去定它的长度。那由于我们要修剪的是短发，所以我们定长度呢会定在它的1:1.1的一个长度。好，首先呢我们先去衡量一下1:1.1的位置在哪里。好，去找到它1:1.1的位置。OK， 那么我们知道了它的宽度呢是用1梳子来去衡量，那1梳子呢就是属于1，那再找到0.1 1:1.1，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好，在这里呢我们用梳子去控制，去修剪它的长度，用我们第一款剪线条的一种操作技巧去把它的长度定出来，这样呢相对来说外线呢会更加干净一些。因为头发比较短，我们如果用手指夹的话呢，呈现的层次感就会特别多。所以我们这里是利用的是用梳子控制，然后把头发去长度定出来，同样定水平的一个效果。依然可以把两侧头发呢微微向后带，保留它的一些长度，然后呢切侧区的时候再给它切掉，没有影响。好了，我们把后部的长度已经定好了，现在呢我们把侧部的长度以及多出来这个角给它抹掉。侧部头发呢我们可以用手指夹着去操作。今天我们剪这款呢，定长度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接下来去剪层次、中心落点做参照物，以及保留它后部的长度。两侧呢在我们修剪结构的时候都会去短，所以呢侧区主要是把长度剪好就行了，用手指控制快速的把它修好。好了，我们的长度呢就已经定好了，下面的话呢我们开始它的结构修剪。好的，下面我们开始它的结构裁剪。首先我们看一下结构裁剪的分区，我们结构裁剪分区呢是由一个前后分区和侧部的上下分区组成。首先看一下前后分区，从 ETP 分到它的耳上点，侧部的上下分区呢是大概分成3等份，然后取出一等份的为下区，2等份的为上区，这样子。然后我们呢待会儿的话我们去修剪的时候，整个侧区呢会下区做一个去除的效果，上区做一个堆积的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分区的比例，记住下区的比例一定要小一点。好，下面的话我们首先定一下它的重心落点，就是它的层次的高度。那从前面我们这个发片，我们这个结构呢是从前区开始操作啊。通常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剪短发呢很多都是从后边开始剪，但是从后边开始剪很容易呈现出来后短前长的一个效果。那今天我们剪的是 FG 技术， F 就是向前，然后 G 呢就是低层次，和呈现的是后倾的前短后长的后倾的低层次效果，所以我们要从前区开始操作会更容易创建出来。我们看一下定长度，重心的话我们定在2:2，靠上一点点。那么由于头发呢吹干之后会反弹，我们直接定到2:2就可以了。好，找到它一半的位置，好，一半的位置大概在眼角靠下一点点。好，我们在这里剪一刀。好，另外一侧呢我们也用相同的方法，先去找到它，然后定一下它的长度，然后我们呢去提拉出来这个长度呢去对比一下。好，对比一下两侧的长度。好，那边呢稍微长一点点，再去切掉一些。好，两侧的长度对比好之后，我们直接以我们定好的2:2的这个长度为参照。好，2:2的长度为参照，吹干之后它会靠上一点啊，2:2靠上一点，2:2的长度为参照，然后平行分线微微向前偏移，提升水平的一个角度啊，平行地面的一个角度。切口接近于方形啊，接近于方形。那由于我们要的是 FG 前短后长向后倾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切口呢还是微微有一点点倾斜的。好，剪完以后呢就会呈现这种比较自然柔和的去除效果，有一个小鬓角啊。另外一侧呢同样的方法，剪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先放长去修剪一下，好，微微向前偏移，平行分线的角度。
好，我们呢去正到正前方去观察一下，看一下它的长度，去对比一下。好，这边微微的我们放长一点点，再次的把它去掉一些。好，再次拿走一些长度。好，以确保两侧对称度。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两侧的对称度呢就比较标准了。好，下面的话我们去修剪它的上区。上区头发呢，我们分同样的分线，微微斜后的分线。这个时候发片呢不要分太厚，要分薄一点，固定在我们下区的那条平行线上面进行修剪，和上区是固定在下区的位置。继续，注意角度，固定在下区的那条线。所剪完以后呢，上区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重量。好，继续分斜后线。继续固定在刚刚的那个角度，不要逐渐提高。继续固定在这个位置，将整个上区所有的头发呢，都固定在这个角度。当然，我们剪到骨梁区以上的头发呢，也可以逐渐提升。不去逐渐提升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最后顶部去角的时候也会把它重量拿走。所以说我们整个顶部头发可以直接梳过来，低角度，延伸切掉。那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下区的头发是去除的，上区是堆积的重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重量。好，那么这个明显的重量呢，看起来是比较硬朗的，或者是比较不自然的。那等我们全部去完顶部的角了之后呢，这个地方的重量线就会变得更自然一些。好，我们现在呢，先不用处理它。好，剪另外一侧。用相同的方法，发片不要分开后，固定在我们下区。固定导线，导线一定是很清晰的。好，我们往这边转一点点，继续固定在我们上一片的位置，就2靠1、3靠1、4靠1、5靠1，始终不变。好，继续。好，这个时候呢，可以把整个顶部的头发全部梳理过来，依然梳到这个位置去切掉就可以了。好，切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把两边的头发呢，左边往右边梳，右边往左边梳，去进行一个打磨连接，去观察它的对称度。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全部把头发向前梳理，它会在前面呢会形成一个大角。好，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会有一个角。那现在呢，我们要去把这个角给它去掉。这个角的长度我们控制在它的眼睛以上，眼睛与眉毛之间定到这个长度就可以了。剪完以后，按照这个长度左右轴走圆，把多余的长度拿走。整个刘海区以及侧翼头发现在都是一样，全部梳到一起，水平提升，跟随头型走圆，跟随头型走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刘海部分头发和它的侧部的结构呢就连接在一起了。跟随头型连接过来。好，现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刘海的一个基本的形状、轮廓形状和我们侧部的基本形状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它的刘海部分还有侧部的顶部头发都太过于重，
所以说我们还要去进行一个去角。那去角呢，我们就放到最后再去剪。现在呢，我们先去剪它后区的结构。好，我们看一下，后区的结构。微微低头。剪后区结构的时候呢，和我们侧区一样，首先第一个发片分的适当的厚一点点，然后延伸我们前区的下区，去做引导90度提升。好，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前区的第一个发片分出来，然后以它为引导90度提升，然后保留哪里呢？保留我们后颈边角的头发不要动到，这是我们当时后边剪的1:1.1，这个后颈边角的头发长度不能动，以后颈边角头发和我们前区侧区耳后的这个位置头发2点一线连接，拉90度提升就可以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提升90度，拉到这个位置，微微向前偏移一些。好，注意这个发片我们要与它的后颈边角头发这个角是不能动到的，要保留这个角的长度。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到，这个第一个发片剪完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收紧的去除的一个层次效果，因为我们提升的角度呢是90度。好，我们把这些漏网之鱼给它点掉，好，形成我们干净的结构。但是呢，我们保留它的外线啊。好，接下来的操作呢，相同的，我们去分出来它的一个相对比较轻盈薄一点的分区，固定在我们的第一个发片上面，和前区的操作方法一样。好，固定在我们第一片的角度去修剪，固定在我们第一个发片的角度去修剪。好，这个时候呢，剪到转角处注意了，我们不再完全往前带了，开始走半圆，就是在原位的同时微微向前偏移就可以了。这个位置我们开始走半圆，注意保留底线的头发长度不能动到，微微跟随头型向前偏移，走半圆的一个结构。那么后部这个角的位置呢，就会把它的重量拿走啊，不要向前偏移太多，向前偏移太多，后部这个角就会变得很大。那么在我们两侧全部剪完再去磨角的时候，去掉就会很多，就很麻烦。那如果说是我们呢，也不能完全走太圆，走太圆呢，后部这个地方很容易收得很短很平啊，就会重量少一些。所以说我们注意微微的向前偏一些，根据自己想要的它的一个重量，然后我们去改变我们向前偏移的多少。那向前偏移用这种方法去修剪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剪完之后脖颈这个位置收的会比较紧一点，衬的脖子呢这个位置呢会比较瘦一些。好，继续固定在我们的第一个发片上面修剪，2靠1 3靠1，直到45度之后均匀45度提升。好，继续向前偏移啊，走半圆。前去头发，最高角度不高于45度啊，我们始终控制在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就均匀45度向上提升就可以了。后部也是一样，不要高于45度，剪过中间线就可以停了。这是一种操作剪发呈现前短后长圆形的一种操作方法，依然是一种技术。那这种技术呢，我们学会了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操作方法、操作技术去做不同的角度提升和向前偏移多少的不同改变，然后去做一些组合运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客人的头上，可以去呈现不同的美感、不同的效果。都要学会灵活运用啊，举一反三。好，继续，不高于45度去修剪。好，修剪完这一侧，它就会呈现一个后区饱满的、上区饱满的、下部这里收紧的一个效果印象。好，那前面呢这个地方呢会适当有点重，我们呢去完层次，去完顶部角，它就会变得自然。好，这就是后部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操作方法。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跟随着走过来就可以了。
同样的，第一个区域的发片我们要适当的分厚一点点，因为它是要做去除的。那这个区域你分的越高、越大、越宽，去除的就会越多，收的就会越多啊。那相对来说重量就会变得越少。所以说呢，这个区域我们到底是要分多宽，然后想要去多少呢？根据我们的想法，根据我们自己的要求和设计去发生变化啊，去调整。提升到90度，原位微微向前偏移，然后以它的后颈边角的头发2点一线作为连接就可以了。我们去观察到它的长度啊。好，以这个头发引导，不要动到它啊，不要动到它。保留我们后颈边角的头发长度。好，切完这个区域，第二层就不能分的那么厚了。只有第一层第一个区域我们分厚是为了去除，做去除效果。第二个区域呢，接下来每一层呢，我们第一个要分薄，第二个要分均匀。原因在于你横向拉发片分太厚，它会聚中在一起，剪完之后就会有很明显的硬线啊，不管你剪的层次高还是低，它都会有一定的硬线。所以说我们发片要分薄。那第二个要均匀，均匀的话呢，才能保证我们剪完之后整个层次感的自然度、均匀度，不会出现某一个位置突然间变得很厚，某一个位置突然间变得很轻。好，来到达转角以后的头发继续走半圆，原位向前偏移啊，不要向前偏移，突然间变多啊。好，这个位置保留住它的底线，不要动到就可以了。好，底线不要动到，跟随着走过来，走半圆。好，那么我们剪完以后会发现这个地方呢就会变得很轻盈啊，但是呢底线依然保留住，上面呢会有一定的重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如果说你切完之后您发现底线还是很厚，那你可以适当再把这个地方去掉的重量再多一些。好，我们把这个分区呢变干净。继续控制在45度以内，不要把这个角度拉高了，一不小心把这拉高，这儿就会有一个缺口，看起来呢就不流畅了。那如果说我们压得太低呢，这个地方充其量就是会有一个重量线，我们再去打磨修一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懂得去修剪的时候呢，宁长勿短，给大家去给自己呢留一些后路啊。好，现在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地方收紧效果，这个地方重量后前短后长斜后的一种印象就出来了。看到我始终会把前区头发分出来，这样呢才能够让它的内部结构连接的起来之后呢，呈现的流畅度连接的会更好一点。始终呢我们不动，我们的客人，我们的公仔头一定要去跟随头型在移动。如果说是他不动的，那我们一定要去移动我们的站位，始终保持的是随头型向前偏移。在这里呢再讲一个小细节，我们不要太过于纠结于角度到底是多少度。比如说有的呢，我们会太过于在乎我就要去拉一个45度，就要剪一个标准的45度，出来的效果并不一定好，是因为我们客人的头型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还是要多去观察，剪着梳一梳，看一看这种美感，这种重量有没有
和我们心目当中想要的那种重量有没有达到那种效果，是吧？啊，要看一看，要看有没有达到那种效果。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去修剪。如果没有达到呢，你可以去进行一个精修打磨，是吧？这边呢，刚刚开始定1:1.2的时候，底线会微微长一点点，我给它磨掉一点点就可以了。好，保证它两侧的对称度。OK， 现在呢，我们整个后部的基本结构已经 OK 了，但是呢，呈现你会发现，前短后长，后部会有一个角。那我们呢，需要用45度的一个操作方法，把后部这个角给它磨掉。好，后部直接去分出来，从枕骨以下1指位的位置，然后提升出来45度的角度，把这个角进行一个磨圆。至于磨多圆，磨成什么样子，也是一样的，根据想要的效果进行一个打磨磨圆。记住角度不要超过45度。如果你希望它后部这个位置特别收紧，那你可以分出一个区域拉高角度去修剪，达到你的状态之后呢，再把上去拉到45度去修剪，去组合运用，也是可以的啊。好，进行一个打磨磨圆。那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方法呢，相对来说已经算是需要求一定控制力了，因为我们走的是半圆。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完全的圆呢，我也不建议大家呢直接去剪圆，因为呢你直接剪圆的话，很容易剪完之后两侧不对称，不好控制。也可以适当的放长，然后再去修圆啊，因为用这种方法呢，能够更有效的帮助我们达到宁长勿短的这种目的啊，避免我们剪坏啊。好，去精修一下，精修一下它两边的重量。好，下面我看一下它的一个对称度。好，后部呢已经 OK 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一个后倾的一个圆圆的一个重量的效果。下去去除，上去堆积，整体后部大概在3:1的一个高度啊，我们前部呢是在2:2的一个高度。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就要去它的整个顶部的层次这个角了。好，去角之前，我们先去它的后部，后部这个位置由于都拉45度，这个表层也会有一个重量线，我们呢去找到它的一个黄金点的位置，拉高角度。好，以黄金点的头发为引导线切圆，把这个地方切掉，然后左右轴走圆，有的给它磨掉，用放射分线。如果我们喜欢后部这个地方重一些，更厚重一点，我们可以去的角少一点。喜欢轻一点就可以去的多一些。好，去完后部这个角之后，我们要去连接它的前区。前区呢，我们用横向的操作方法，站到它的后部，同样的方法前后走圆，然后以我们后区的为引导线，把多余的长度这个角拿走。好，把这个角拿走，然后左右轴磨圆，切口左右是圆的，前后也是随头形的，这样去走圆。然后继续，那由于刘海呢，我们已经去到一定长度的，越往前剪呢，去掉的头发就会越少。好，越往前剪，我们去掉的头发呢就会越少。哎，剪到这个位置呢就没有头发可剪了，就没有了。好，没有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它的整个前区，现在去的是顶区的角，是顶区的重量。它的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头顶以后的重量，以及我们最顶层的重量，但是它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侧区和顶区连接的重量，以及它刘海重量。下面的话呢，我们去拿走它刘海和侧区的重量。好，我们希望它整个呢呈现的顶部的还是有一定厚重感，有一定重量感的。所以说我们用的方法依然是相同的，从水平开始，垂直切口保留底线不动，角度最高呢不高于45度，或者控制在90度范围以内都可以啊。希望它更重一点，角度呢就不要拉太高。现在我们最高的控制在45度以内，刚好就和我们的顶部的去角呢就已经连接好了。
左右肘走随头型，走圆。刘海区我们左右肘走圆，上下控制在45度左右以内的一个去角。好，转角以外，刘海区以侧面头发开始，原位向前微微偏移，然后作为顶区和侧部转角处的一个重量磨角，把这个角重量拿走。继续，原位向前偏一些，直到剪到它的耳后，然后头发依然向前偏移，这个时候呢就剪不到了，没有头发可去为止。好，现在呢我们再去观察它的一个侧部的这个重量，我们看一下。由于呢，我们刘海区、顶区都拿走了它的重量，以及它的一个顶区和侧部的转角处也拿走重量，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已经变得很自然的一个重量线了？然后我们吹干之后呢，再去把这里作为一个打薄柔和，它就会变得更加自然了。好，下面的话我们剪另外一边的层次。注意保留底线，不要动刀。左右肘走圆，这是随头型的意思。侧部头发转角以后，原位微微向前偏移，形成一个前短后长的结构。把它顶部和我们侧部连接的这个角磨圆。你磨掉的越多，这个地方的层次就会变得越轻盈，重量的痕迹就会越少。那至于要磨掉多少，多观察呈现的一个效果，自然就可以了。多观察这个位置的效果，自然就可以了。通过我们这样去，你会发现它的重量就这样依然保留了，但是那条硬线就消失了，这很神奇。好，下面呢，我们整个结构的操作呢就已经完成了。下面呢，我们打点水看一下湿发的一种效果。好，现在我们梳的这种湿发的效果，等一会儿我们吹风的时候呢，会用一些吹风的造型技巧，然后去给大家去把这个角啊后颈的一个边角的位置呢去吹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在吹风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去讲解这些吹风的技巧。好，下面我们开始吹风。好了，我们已经把头发吹干带顺了。下面的话呢，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再去剪短发、剪抱抱头这种发型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吹风造型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大概的分为4个位置，第一个是刘海，然后还有鬓角，然后后颈边角，然后就是头顶的蓬松度，然后给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鬓角，那我们在吹鬓角的时候呢，首先要让我们客人的头呢要去配合我们，就是要去往他的另外一侧侧头，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去吹的时候才更方便啊。所以说像这个公仔头我们也是一样的，去把它头转过来，这样呢它的肩膀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吹风。好，然后呢我们微微的去侧头，那像这个连肩膀一块侧，我们的客人的话只是侧头就可以了啊。好，我们呢要去操作一个动作，首先要把头发呢从发根这个位置向后去让它更服帖，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到达耳上这个位置的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啊，拿梳子的标准，很重要，梳子头朝前，尾巴朝后，始终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吹风机先把头发呢先去压服帖，然后开始给温度的同时，梳子这样转过来，以梳子的头为轴心，以尾巴为轴边，然后这样去运动过来，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的鬓角去吹出来一个这样往上塞的一个效果。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吹风方法啊。好，再次强调一下如何去吹风，梳子头朝前，先从上往下压，这样往上压到它的这个位置之后，适中的位置之后，然后开始以梳子头为中心，然后以梳子尾巴为它的轴边，然后这样去转动，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好，这是我们鬓角的吹风方法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边后部的吹风方法，相同的方法，从上往下。好，压到适中的位置之后，我们开始去起它的一个走的这种弯度。那吹这个后部的时候呢，头模呢，我们的客人呢就不需要把头这样去侧那么多了，我们可以微微的向后侧一点点，向后转一点头，这样的话呢，我们去吹这个位置呢就会更方便一点。好，我们再看一下，先把头发向后压，然后梳到中间的位置之后，梳到这个位置之后，开始同样的以梳子头朝前为中心。好，这样，然后让它形成一个流向向前收紧的效果。后部我们过渡过来。好，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连接过来的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后部和它的鬓角吹风的一个方法。OK，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细节，不管你吹左边还是吹右边，梳子9排梳头朝前啊，然后拿的手柄朝后。那我们另外一侧我们看一下，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侧我们要换手啊，右手拿我们的梳子，左手拿风机，然后同样的梳子头朝前去进行吹风。那这里给大家去简单示范一下。好，注意从上往下走过来，然后适中的位置开始，头为中心为轴心，然后去转动我们的手柄这个位置 OK，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吹风方法啊。好，那么我们的后部头发呢，相同的让它往后侧啊，往后侧。通常我们是先去把它的后部吹好，最后再去吹它的鬓角啊。OK， 那么我们这边相同的方法，梳子头朝前，尾巴朝后，轴心不动。好 OK， 然后继续做一个过渡过来。好，过渡过来的一个效果，这样呢就可以让它形成一个收紧然后流向向前的一个效果啊。好，那么这是2个点了，还有它的刘海。刘海的话呢，我们通常吹顺了以后，我们都会做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让它两边转角的位置，第一服帖的同时向后有一个收紧的一个流向感，这样的一个流向感，那它形成刘海呢质感会更好，以及它的一个美感立体感都会更好。好，就是这样的啊，这样去吹过来啊就 OK 了。那么头顶的位置我们如何去吹风呢？头顶的位置我们像现在这个头发呢，我们已经吹好了，那给大家大概说一下啊。在湿发的时候把头发向后吹，湿发的时候头发向后吹，然后呢再把头发微微向上带，这样呢用提拉吹风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它头顶饱满度的问题。那注意的就是它的一个连接问题。好，这就是我们吹风的一个再去造型方面的一个4个小技巧啊，讲给大家。那下面的话我们进行结构的精修，好吧？好了，下面我们开始它的一个结构精修。结构精修呢，我们首先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底线外线有没有不对称的，或者说是没有精修干净的，我们去还原切口呢给它修一下，把这些外线呢
包括它的鬓角侧部这个外线也给它精修一下。当然，我们要是在生活当中呢，你去修剪的话呢，先去给它全部结构精修完之后，最终再去给它做这些造型的处理。我这里呢只是为了给大家去分享造型，然后呢是先去给大家去讲了这个吹风方法啊。那我们大家回到家里边呢，你要去灵活一点啊，最后一步我们再去做这个造型。好，后部呢，同样的我们去把这个结构呢精修干净。好，当我们精修干净完之后呢，我们发现它的后部呢是一个水平的一个形状。这一款发型它整体呈现美感是比较柔和的，更建议大家把这个角呢给它磨圆。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做一个改变啊，把这个角进行一个打磨，进行一个磨圆的处理，让它这个轮廓呢更加柔和一些。我们看到这个轮廓呢更加柔和，圆润度和它的整个发型的美感呢更加匹配一点。当我们把这个磨圆了之后，轮廓发生变化了，那它的层次也会发生变化，层次呢就会变得很齐很厚。那等我们去完另外一侧之后呢，我再给大家去分享，像遇到这种比较齐比较厚的轮廓，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如何去调整。好，我们呢利用梳子的控制，把头发呢轮廓给它修成两边对称，也可以利用点剪去处理一些小细节。好，当它的轮廓完全修成圆了之后呢，现在我们处理它的层次的问题。我们用放射分线、竖向拉瓦片、放射分线，然后把这个角磨圆，那么它的层次感再次出来，但是轮廓不会被破坏。所以我们在用放射分线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它最外边底线不要动到，害怕动到呢，你可以适当的多留一些，慢慢的去提升自己的控制力。那我们有些同学呢，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底线比较厚的，然后再去修的时候不敢修，因为有的时候一修完层次之后外轮廓就缺掉了啊，但是不修呢它又厚，我们会用打薄剪去处理。那你会发现打薄剪处理完的效果呢，它的质感呢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呢它的一个还原度呢会比较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去完层次之后它会缺掉呢？原因是因为发际线它是有高有低，然后当我们竖向拉瓦片的时候呢，剪到侧面发际线有高有低的位置就容易破坏掉。在这里呢给到大家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放射分线。放射分线呢就1、2、3、4，每一条线都能够分到它的外线，刚好分到它的外线，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容易保留它底线不会被破坏掉。非常实用的一种方法，几乎所有的中短发、短发、超短发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进行发际线的磨角。接下来呢，我们所修剪的发型呢，用到的这个方法呢也会特别多。好，我们可以看得到，当我们用这种方法去完之后呢，底线在没有打薄的情况下就已经非常自然了。如果说你这样处理完之后，底线依然很厚，那我们再去进行打薄。好，现在呢，我们的结构这边一个结构已经 OK 了，侧面呢，我们再去观察一下它的鬓角的位置。好，简单的去精修一下。好，当我们的结构精修完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量感的平衡，进行一个发尾柔和。听到这节课呢，相信大家已经对待打薄基础的打薄手法呢已经不陌生了。那么什么时候给大家去分享这个进阶类的商业类的打薄方法呢？接下来呢，在我们就是后期的一款组合发型当中呢，会给大家去针对打薄挑亮、雅剪、胖胖剪的使用方法，都有一节课专门给大家去讲，大家不要着急，在这里呢还是要多去学习 FG 技术短发的修剪结构怎么去处理，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去学习。转角的位置不要忘了深一点，拿走的量多一些，让这个地方更收紧一点。这个地方有痕迹的位置，拉到骨梁的转角处，去一下，点一下。
当我们这样柔和完之后，你很明显发现这里的痕迹呢就消失了啊，然后整体的一个质感呢，重量呢也保留了。好，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那我会发现鬓角的头发我们没有打薄，但它已经是非常柔和，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去除的技术去修剪的。好，去进行刘海的时候要注意底线的头发和表层头发，我们尽可能要保留，不要去动到它底线。如果底线本来就很碎，你呢还去打到它的话，可能剪完之后底线就会缺一块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去打薄的时候注意底线一层，我们不剪。转角处的头发我们去的深一点，多一点。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整个发型的操作呢就已经结束了。再提醒一下大家，在去柔和发尾的时候，重点不在于你剪掉了多少头发，重点在于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该厚的地方要厚，该薄的要薄，不要盲目的去进行打薄。公仔头上你会看到我几乎都是均匀的打薄，是因为公仔头的发量是比较均匀的。给客人头上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量感，然后去进行打薄，千万不要一视同仁的全部均匀的打薄一遍，很可能打完之后还不如不打。好，这就是我们修剪结构修剪的一种方法。好，我们的打薄结构精修呢已经完成了，下边的话我们看一下效果。